自从冰感工作室的大王虎甲和苏清者爆火之后，虫人这个国内少有涉猎的题材也逐渐在魔玩圈生根发芽，甚至冰感自家备受差评的第一款玩具螳螂女也实现了反破发，二手价格目前依旧稳定在1200，而全新未拆更是夸张。由此可见，虫人题材这块蛋糕相当之大，也势必会吸引更多厂商的加入。那么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法可，今天我们来玩冰感加虫系列的蚂蚁和 Romanke 蛹系列的鬼蚁同为蚂蚁原型的设计，但设计思路和最终效果完全不同。冰蚁造型更偏向于虫，就如同官方设定的一样，是引导选定的虫基因向人类形态发育的产物，所以本质上是人形的虫子。而鬼蚁造型更偏向于人，虽然没有找到官方设定，但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类似于假面骑士改造人的设计，是在人类基础上改造，亦或是突变成虫，像是人类穿上了虫类的强直盔甲。这其实没有优劣之分，不同的走向反而带给玩家更多的选择。但关键问题是，无论是冰蚁还是鬼蚁，对于蚂蚁这一原型的造型体现并不强。这款冰蚁你可以说它是任何节肢类多足昆虫，因为原型双齿多刺蚁的两大特征，背部的多处尖刺和那个怎么都抛不开的大肚子都没有得到还原，甚至我都觉得4只不应该是6只还可以更细一些，更贴近蚂蚁的比例。而鬼蚁同样的能看得出是有某种昆虫的特性，但根本联想不到是蚂蚁，甚至其中鬼的成分要远远大于蚁。除此之外，涂装上冰蚁延续了虫系列一贯的暗黑风格，有股浓厚的类似于克苏鲁的味道。但问题是，这款蚂蚁本身除了亮黑和磨砂黑之外，基本没有其他颜色。如果能多一层深褐色的渗线，效果肯定会提升一个档次。而放眼整个产品线，也有同样的问题，配色过于同质化，给玩家的视觉刺激大打折扣。而鬼蚁则相反，非常独特的蓝紫色涂装，尤其是在灯光下，质感相当出众。而布满全身的褐色绳纹增加细节的同时，也给鬼蚁增添了不少诡异的志怪类的氛围感。目前为止对比下来，蛹系列的首款作品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，只不过定价虚高，但也没关系，现在正好是拼多多暑期魔玩大促，联合众多模型品牌做补贴，不计成本只冲销量，1元就可以拿下我手里的这款鬼蚁。另外，我看像大王虎甲和苏清者这些冰感工作室的热门模型，也只要1块钱就可以入手，而且拼多多也是买模型的老渠道了，正品有保障。我跟官方磨了很久，要来了3000个粉丝专属1元秒杀名额，活动链接我放在评论区置顶，链接还在，就是还有库存，这新一波的福利力度很大，所以限时限量，链接还在就赶紧去抢。目前这2款虫人都已经出货有一段时间，2级市场的价格虽说双双破发，但依旧虚高。冰蚁跌价的主要原因，一方面是因为涂装造型缺乏新意，其次就是玩法比较单一。虽然拥有异常不错的可动，但配件方面完全就是手型战士，这跟486元的定价完全不匹配。而鬼蚁则是再一次相反，配件给的非常有诚意，甚至还带有一点小小的恶趣味，但是恶趣味也是趣味，总比没有趣味要来得强。但是可动又有点捉襟见肘，这也是鬼蚁跌价的主要原因。总结一下，冰蚁暗黑克苏鲁风味，人形虫，超强可动，但涂装乏善可陈，蚂蚁特征不足，配件差强人意。鬼蚁强直志怪类风味，虫形人，涂装眼前一亮，配件丰富，但是缺少蚂蚁特征，局部可动，捉襟见肘。虫人的市场已经打开，众多厂家已经入局，让我们期待最终是设计崛起还是烂活圈钱。 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喜欢的话还请多多关注点赞，我是法可，我们很快再见。